一个重磅消息在网上炸开了锅，荣氏家族要移民加拿大了。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移民，这是中国最顶级的红顶商人家族，在2025年集体选择了离开。你们说这是巧合还是必然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中国的红顶商人总是难逃悲剧性结局。先给大家算个账，荣氏家族到底有多富？据说光是他们在上海的资产就包括了5栋独立洋房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光是搬家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。据上海本地人爆料，光是名贵的红木家具、小叶紫檀、黄花梨这些老物件就装了好几个集装箱。这哪是搬家，简直就是搬空一座城。更让人震惊的是资产规模。有消息称，荣氏家族的总资产高达2万亿人民币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们算算，按照2024年的数据，这相当于中国前10大富豪的财富总和。就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，现在却选择了举家出逃，你说讽刺不讽刺？我再给大家报个更劲爆的数据。大家知道2022年上海封城后，有多少高净值人群选择了移民吗？据统计，仅2023年1年，上海就有超过10万户家庭申请了移民。而现在，连曾经的红色资本家代表、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荣氏家族都选择了离开，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啊！荣氏家族可不是普通的富豪。他们在1949年时期可是捐了12架战机支持抗美援朝。你们知道当时12架战机值多少钱吗？按现在的价值来算，那可是上百亿的资产。更别说开国大典上用的汽车也是从荣家借的。这样一个对国家忠心耿耿的家族，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？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数字，荣氏家族曾经控制的中信集团在巅峰时期市值高达8万亿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企业，荣智健在2008年后被迫辞去所有职务。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一次金融衍生品爆仓，一下子就亏了200亿港币。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另一个悲剧性人物胡雪岩。人家好歹是清朝的江南药王，打造了胡庆余堂这样的100年老字号，但最后呢，还不是被政治斗争给整垮了，抄家革职，郁郁而终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今天的红顶商人依然在重复着100年前的悲剧。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些红顶商人的命运总有一个共同点，今天你可能还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，明天就可能人财两空。就好比荣氏家族，前脚还在参与国家大政方针，后脚就不得不选择移民他乡。这是不是说明，在中国做红顶商人，就像是在走钢丝，随时都可能跌入万丈深渊？说完了荣氏家族的故事，咱们再来看看近些年其他红顶商人的命运。说实话，这些案例比荣家更惨。我给大家列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，从2012年到2023年，中国富豪榜上消失的企业家超过了200人。而这200多人中，有将近一半是因为配合调查或者协助调查而消失的。最让人心惊的是2015年那一年，那年股市大跌，你们还记得吗？短短3个月内，就有48位身价过亿的富豪，或者被带走调查，或者莫名失联。我给你们算算，平均下来差不多每2天就有一个富豪出事。这些人里面，很多可都是曾经的明星企业家啊。比如徐明，当年他的地产公司市值超过2000亿，在武汉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2015年突然被抓，2021年在狱中神秘死亡，年仅50岁。再比如郭广昌，2014年他在财富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369位，身价超过400亿美元。
结果呢？2015年突然失联，回来后就说是配合调查去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你看看近10年来被调查的这些企业家，他们企业的市值缩水有多惊人？我给大家做了个统计，平均每家企业在老板出事后的1个月内，市值至少跌去3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光是这些企业的市值蒸发，就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。这可都是实打实的财富啊！还有更吓人的数据，根据胡润百富榜的统计，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间，中国亿万富豪的平均财富保有时间只有8.3年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一个中国企业家即便做到了亿万富翁，平均不到10年就会跌落神坛。反观美国，财富保有时间平均是27.5年，差了整整3倍多。说了这么多大人物的悲惨故事，咱们不妨预测一下，这些红顶商人的离开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？这个影响可不是一般的大，我给大家算几笔账。首先是资金外流。据统计，2023年中国资本外流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美元，而2024年呢，仅第1季度就超过了800亿美元。现在倒好，连荣氏家族这样的顶级红顶商人都选择了移民，带走了高达2万亿人民币的资产，这对市场的冲击可想而知。更要命的是人才流失，大家知道吗？2022年上海解封后，那些高学历、高收入人群的移民潮有多疯狂？据上海市教委的数据，仅2023年1年就有超过5000名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移民，而在2024年，这个数字更是翻了1倍。一个精英群体的集体出走，损失的可不仅仅是他们带走的财富，更是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。我们再来看一组更触目惊心的数据：2020年到2024年，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减少了整整2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4个民营企业就有1个选择了关门或转让。而剩下的这些企业呢？据工商部门统计，有超过60%的企业开始考虑将资产转移到海外。这哪是什么经济转型，简直就是一场企业的大逃亡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现象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最近几年，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几乎都在玩一个金蝉脱壳的把戏。表面上看，他们的企业还在国内好好经营，但暗地里呢，早就把真金白银转移到了国外。就连马云这样的标志性人物，现在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国外。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？再来看看房地产市场。自从恒大、碧桂园这些大鳄相继暴雷后，2023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跌了35%，而2024年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到了40%。现在好了，连荣氏家族都开始清空国内地产，这对市场信心的打击可想而知。有意思的是，我最近看到一组数据，现在国内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中，境外资产的占比已经从2020年的15%上升到了2024年的35%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连这些有钱人都对国内市场失去信心了。他们宁愿把钱放在收益率更低的海外市场，也不愿意在国内投资。更讽刺的是什么？你看看那些还在国内的红顶商人，现在都在干什么？我给你们爆个料，据不完全统计，2024年有超过200位身价超过10亿的企业家，正在积极申请移民或者给子女办理海外身份。这些人表面上在国内高喊爱国报国，背地里却在筹划着如何全身而退。所以说，荣氏家族的这次移民，与其说是一个偶然事件，不如说是一个风向标。它标志着中国的红顶商人时代可能真的要结束了。就像100多年前的胡雪岩一样，
今天的这些企业家们，终究还是逃不过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的宿命。最后说句实在话，在一个产权得不到保护、政商关系不够清晰的环境下，任何一个商人的成功都是短暂的，任何一个财富都是不安全的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即便是像荣氏家族这样的根正苗红，最后也不得不选择离开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老话：富不过三代。在中国，有些人连第一代都未必能保住啊。